喂，您好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英语教育，我在招聘网站看到了您的简历，请问要考虑来当老师吗？喂，您好，我这边有一个文员的工作，要考虑一下吗？亲爱的，我报了公务员考试，你跟我一起呗。真的要离职吗？你想好了？这工作稳定，你再留2年，说不定就有本地户口喽。不是，你这个事业现在干这么好，为什么要转行啊？闺女，别这么拼，这个年纪的女孩，嫁人才是正事儿。大侄女，我跟你说啊，阿姨这回给你介绍这个，保准你满意。嘘。我从小到大成绩还挺好的，然后人挺乖的，因为我家里对我的家庭教育就是那种怎么说，就特别的有规矩。就比如说买东西吧，小朋友不都会有那种这个好可爱，我好想要，对吧？我爸妈不是的，我是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人。我家里面人很传统的，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家庭，就是就很老实，然后就是很听话那种。那你小时候梦想是什么？当击剑运动员，进国家队的那种。小时候学了6年，因为是体育生嘛，因为他是专业的，他就是学业可能就是算是副业了，你的主业就是体育。他们说你不想，就是觉得你还是要上学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表达了下我自己的观点，但是就是没有得到支持，因为是全家商量过后的结果，只是在通知我了，就是你不可以再去了，只是假装的问一下你还想练吗？我说我想练，有什么用呢？你们都决定好的事情了。每次都是这样吗？基本上都是这样，我就是很听家里面人话的那种。我妈妈就觉得女孩子每一个年纪都有她该要做的事情，因为我妈妈她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到我姐姐这，我姐姐也是这样过来的。就每个人的想法都很拘谨、很老实那种想法，就是不会想很多。就女孩子到了23岁、24岁就应该谈对象了，然后该结婚了。我妈妈是法官，然后是那种法学世家的那种，然后外公是以前的法院院长，然后他们都觉得我以后应该是去继承我妈的这种衣钵。他们对我的生活规划就是我应该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天天坐班，朝9晚5，每个月拿个3、4千、5千块钱就好，就他们就觉得很好，非常幸福那种。长大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听的？就可能走进这个行业里面之后就不怎么听了。是因为他们拒绝你了吗？对，他们不支持，就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支持的，觉得就是不切实际，只能这么讲，就觉得不切实际。那你当时就是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呀？没说，我就说我要去，就没怎么讲。我们很少会聊到这方面，因为我家里面人就是其实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，然后我小姨就会就是拿我的年纪啊，然后就是乱七八糟，就是那种家长式的那种谈话跟你说一大堆，然后就是我是选择性看的，就发微信的时候我都是选择性看我想看的内容，我不想看的内容就不回。我小的时候都学舞蹈的，后面呢，我爸妈想让我出国，然后我就在这个学习英语准备出国的这段时间，我就参加了一个比赛，然后我就去了之后。就是后面我家里给我设计的一系列我都没有去，也没有出国，也没有根据他们的计划按照他们的计划走，然后就顺着我自己的想法一路走到现在这样。那会儿考大学的时候，就是我爸想让我考北师大，后来我就说就不服了嘛，我就说我要考北舞，然后考了北舞之后，我爸就又想让我就是之后就是毕业出国，然后想让我学什么文化管理啊，然后这种东西非遗文化的这种。然后想回来就是说考个公务员，女孩还蛮好的，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人生太无趣了，就朝9晚5我肯定是不行的，就是我得就是
而且我不喜欢靠别人，就我喜欢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他们就觉得，因为我成绩一向还蛮好的，就应该是那种，读完了本科再去考个研究生，然后之后什么结婚生子成家立业。结果在大3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当时我们自己团的招募，就在没有告诉我爸妈的情况下，就自己报了名，进来过了海选，然后过了面试，然后脑子一热嘛，就觉得说，小时候这种梦想可能就来了。大学毕业就很顺利的就被上海歌舞团选走了，都很羡慕我说，哎呀，你真运气好，学校也考上了，毕业了也没有自己出去找工作，人家工作岗位就直接把你给选走了。我觉得我是挺幸运的，但是当我在另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我开始质疑我自己了。我跳了这么多年的舞，我为了什么？我的内心的想法是，我并不是继续去做别人的绿叶，去衬托别人，我不想这样。所以我当时想到这个东西之后，我就每天都不开心，不开心就会展现在我脸上。我是一个情绪很容易上脸的人。我想了一想，我就觉得，走吧，我就离职了。我从歌舞团走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说，这么好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你再在里面待几年，上海户口你就有了，这很厉害的。当时我们歌舞团的领导还有劝我，就是说，很多人刚来这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会在心里面对自己有1000万次的否定，但是也会有1000万次的肯定。他说这是一个过程，你可能需要去适应它。我说我想过，已经很清楚了，这是我已经想明白了才会站在你面前。他们也可能只是觉得我把这个事情当做，我还年轻或者怎么样，就是玩一玩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觉得我没有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，只是觉得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就是做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，就这种感觉。很多人都感觉比较惋惜吧，尤其我亲戚。我亲戚就说，你一个家族要出一个大学生，然后可能还是研究生，多好啊！结果为了这个圈子，可能外面的人看这个圈子也会稍微戴一点有色眼镜吧，然后就说你们怎么就这样子让莫涵就去干这一行？你搞什么呢？一天到晚的，我看你搞了都这么长时间，也没弄出个什么1、2、3出来，还不是怎么样，然后又没有钱，什么什么，到了该谈对象的年纪了，什么什么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外公外婆就突然间发现我很奇怪，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，你赶紧回来救救孩子吧，最近浓妆艳抹，这么点小孩在干什么？回来我爸就把我打了。现在咱们都是独立女性，就是事业上一定要靠自己。我希望可以顺畅一点，然后按照自己的，我有给自己规定的一个轨迹去走。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不管你现在多大，不管你现在在经历些什么，努力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去做的东西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在安逸跟自己热爱的东西里面选择了安逸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如果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喜欢了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所以我觉得选择跟决定非常重要。希望就是心中有梦，大胆追，不要怕。
在旁边那么多人的目光下，主动跟那个人说我要去唱歌。我说我能唱歌吗？我就直接把我所有的身家买了1张飞机票就去台湾进去了。当时就去问了那个老师，然后那老师就说，就是传男不传女嘛。上面之后发现哇，3个男孩子，然后就想说，有点慌，就是感觉学习不是很好的样子，就是有一些慌。刚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你和孔雪儿一个组，你俩完全是不同的风格，那你俩怎么决定表演那个节目的？我们两个从认识到现在一共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排舞排练，一共加一块顶多也就不到1个月，然后2个人完全不同的风格。我们俩刚开始见面特别尴尬，就是上声乐课，然后我还生气了，当时因为他的经纪人拿着一个那个相机就过来，雪儿是很漂亮的全妆，我跟个大爷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有的时候我会穿那种马甲啊，穿个小毛衣，然后就在那背着手，戴个老头帽在那上课。我当时爆生气，都没有跟我说一声，直接进来。但是其实不是他经纪人的问题，是我经纪人没有通知到我这一边，然后我就还有点不高兴。然后但是后面就是跟雪儿接触了之后，我发现其实她是一个很傻很可爱的女孩，而且在跳舞的时候她也很帮我，因为我对女团的这种舞可能就是流行舞种并不是很了解，也没有说很去刻意的去学过，然后她就会帮着我抠动作呀，帮着我弄啊什么的。就一开始觉得2个人真的合不上，而且也会有不高兴的时候，比如说到底是光脚跳还是穿鞋跳怎么样，但后来磨合就觉得2个人这个东西是 OK 的，而且孔雪儿实力也是强的，就是我没有拉她的后腿，她也没有拖我的进度，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融合状态，而且你不觉得也很符合爱奇艺的这个 X 不定义女团吗？对不对？你就2个完全格格不入的人，但是凑在一起表演的那个舞台，你反而觉得，哎，这个舞台是完整的，很不错。上微博搜索可爱又迷人的他，看更多可爱又迷人的独家故事。上知乎搜索可爱又迷人的他，